由于呢，通过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求定域，对于高一的同学来说，这是一个难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再深入透彻的给大家讲一讲，大家一定要过关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，若函数 f(x) 加1的定域是它，让我求 f(x) 的定域。那么标准的函数一定是 f(x)。只要括号里不是 x 了，那就说明 x 自变量 x 取那个值了。举个例子啊 ，f(x) 等于 x 分之1，你看标准的函数，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反比例函数，一定是 f(x)。如果括号里不是 x 是1了，那就说明 x 取1，它就得到了一个跟它所对应的 y 值 ，x 取 a 就得到了一个跟 a 所对应的 y 值 ，x 取 a 加1，它就得到了跟它所对应的 y 值。因为 a 是个常量，我们就把它看成值。如果它就要求什么呀？你看 x 在分母上吧，这个函数它的定域就是它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。由于自变量 x 在分母上，说明它不等于0。那你就取不等于0的实数就好了。那么如果它取 x 减1这个代数式 x 减1这个代数式，我可以代表好多个实数，我就不代表0。那么它就可以取 x 减1 x 减1分之1，这个就不叫做函数值了。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新函数 y 等于 x 减1分之1，就是一个新函数。那么这个新函数谁是自变量呢？当然 x 是自变量，代数式是不能够做自变量的。那我要求这个函数的定域，就是求使这个函数有意义的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。那它要有意义，没有别的要求，你在分母上，分母不等于0 x 不等于1就可以了。x 不等于1就是这个新函数的定域。那么如果这个题没有给我解析式，假设说我不知道 f(x) 等于 x 分之1，这些我都不要了。我们直接告诉你啊 ，f(x) 它的定义域就是 x 不等于0。你不用知道解析式，我主动告诉你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是 x 不等于0。然后呢，直接让我们求 f(x 减1的定义域。没有解析式了，它变成抽象的函数了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，谁是原函数，谁是根儿。它是原函数 f(x) 型的，它是原函数，它是根儿。那你呢？你要求取不等于0的数，现在呢，相当于你这个自变量 x 取了一个依然含有变量 x 的代数式。它取了一个依然含有变量 x 的代数式，那你要求取不等于0的数，所以我这个代数式既然能被你取到，说明它一定是不等于0的。所以这个小小的 x 一定是不等于1的。那我得到的这个函数谁是自变量呢？就是这个 x， 它是自变量。所以呢，它的定域就是这个小 x 的取值范围 ，x 是不等于1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，如果这道题变了，这道题变成什么了呢？已知这个函数的定域为 x 不等于1，我想求一求原函数 f(x) 的定域。刚才是知道这个根儿，你的范围知道了，你取这个代数式，代数式就满足你的要求。
所以我就找到这个 x 的范围，我就找到这个新函数的定域。现在反过来了，我知道它的定域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想，你们俩谁是原函数？它是原函数。你的这个 x 代表整个代数式，我的这个函数谁是致变量？小小的 x 是致变量。当你这个小小的 x 不等于1的时候，我需要知道整个代数式的范围，左右两边同时减1，它就不等于0。整个代数式的范围就是你这个根儿，就是这个原函数的 x 的范围，所以它的定域我代数式不等于0，它的 x 就不等于0，它代表整个代数式。好，我总结一下，根据两个函数间的关系求定域，你一定要把握2条。第一，谁是原函数，谁是由它得来的函数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新函数谁是致变量？你让我求定域，我是求致变量的取值范围，谁是致变量？ x 是致变量， x 减1的代数式是不能够做自变量的。把握住这2条，那么这类题你一定就彻底会了。好，我们回头看一看上面的这个题怎么做。上面的这个题呢，给了我 f(x 加1)的这个函数它的定域。我第一件事就想，你这个函数是原函数吗？不是，它才是原函数。那你这个函数谁是致变量啊？ x 是致变量。你这个 x 的范围是大于等于-1小于等于1的，那么既然它是根儿，它是原函数，它的那个 x 是代表整个代数式的，所以我要在这个小小的致变量 x 的范围它的基础上，把代数式的范围找到，每一项都加1，它就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。整个代数式的范围就是那个原函数的 x 的范围，它是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。所以给你原函数的范围，自变量的取值范围，求由它得来的函数的定域，怎么办？还有就是由它得来的这个函数，它的定域知道了，我们怎么把原函数的定域找到？大家反反复复把2个视频都反反复复看一看，琢磨琢磨，这个地方就彻底过关了。